大胆，敢在牛府撒野！把银元交出来！牛五娘子，宫中急令，需要蜀公司，我已禀明刺史，需待蜀侯景王之女季莺莺协助调查。牛五娘子，把人交出来吧。杨警官隐藏颇深，令人不容小觑。看我想杨警官误会，季娘子确实来过我府上，但眼下已经离开了。这人在不在你牛府，我搜过便知。将军府也是你说搜就能搜的。皇命难违，牛五娘子，这是要违抗皇命不成？若搜不出来，这擅闯都督府的罪子，也不是那么容易接过。好，那就打扰我，给我搜！是。杨警官，东面没找到。杨警官，东面也没找到。继续找。是。叫你自作主张！我不是吩咐过你，好生将季娘子送回府中，你怎做出如此糊涂之事？娘子恕罪，奴婢也是见季娘子傲慢无礼，心中为娘子抱不平，这才一时糊涂犯下如此大错，请娘子饶了奴婢吧。你知不知道，今日之事如果传出去，毁了季娘子的名声，你百死难赎。行了，牛五娘子，这苦肉计就到此为止吧。今日之事，杨某不会说出去，咱们来日方长。死者身上除了手背上有2个细小的伤口，没有别的伤痕。根据判断，可能是毒蛇咬死的。我们刚去了牛家，回来花掌柜便死在这牢里，此事绝非这么简单。但恐怕我们查来查去，最后至多推出一个替罪羊出来。你说，他既然是弃子，为何不一开始就杀了他？你的意思是，花想容手里有他们想要的东西，而花掌柜笃定了牛武一定会来救他。那又为何现在却杀了他？
我们查到了牛家，他怕我们以此为线索，从花掌柜嘴里问出更多的东西，所以他们宁可赌比我们更早的找到花小。把花掌柜死的消息贴出去。你要做什么？我也要赌一把，看看这人间是否还有真情。莹莹，别怕，我们现在回来了，这是警官府，他不敢来这儿抓你。没想到会这样，不想那个婢女死的，我没想到他会杀人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那牛五娘心狠手辣，草菅人命，那婢女的死与你无关。阿玉，以前我觉得自己无非就是跟一些商户斗一斗，至多就是生意成败，赢钱得失。我从未想过有一日我将面临这样的敌人，他们是生命如草芥，杀一个人就如碾死一只蝼蚁一样轻松。就跟我阿爷，对了，这事没有告诉阿兄和阿娘吧？我没说，你放心。这事他们知道了，只会徒增烦恼。那接下来你要怎么办？那是牛景宁副都督的女儿。是啊，牛副都督的女儿，那又怎样？她不会因为我退缩就放过我，也不会因为她是谁的女儿就此罢休。阿玉，我不能退，我没有退路，风霜刀剑都得走下去。杨警官既然救了我，我也不会食言。你想问什么便问吧。那你们聊。不着急，改日吧。我接下来应该会很忙，怕是你今日不问，我会忘记的。先坐。你阿爷的事，我大力听出了原委，仔细推敲，整件事的疑点为时不少。堂堂景王，有的是谋利的手段，何必犯下这欺君罔上的罪行？这些，你可曾想过？但想过又如何？家道中落，我阿娘重病，光是谋生，便要用尽全力。即便我知道我阿爷的死另有隐情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蜀红丝我现在染不出，将来一定能染出，如此也能报你救命之恩了。杨某拭目以待。杨警官，家中生意离不开我，我还得尽快回去，还请杨警官帮我们准备个地方梳洗一番。好，我让人给你安排。多谢。马车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
你去送季娘子，出了警官府走小路，到了季家门口隔些距离便停车。是。多谢。行了，别看了，名花有主吧。既然是花，就算是别家的，也不敢让它落了。不过是杨家弃子，下等小官。今日他害你奸细，来日我定让他血偿。今日实在是没有更好的办法，当着他的面，您若不把戏做足了，此事恐怕很难善了。只是什么？你但说无妨。您就这么杀了花掌柜，是否有些草率？奴婢担心花想容会不会？什么是夫妻？你是与我一起见识过的。同生共死，不过是话本里才有。花想容向来胆小懦弱，没了花荣撑着，他什么都不是。花荣活着，他或许还有一个可以东山再起的希望。如今花荣死了，他怕是早已逃命去了。就算是他赶回来，我也能让他有来无回。娘子还是想要季莺莺？不逼上绝路，他怎么会明白？谁才是他的主子？好，请。季娘子，到了。听说这朱元陀没人登记造册，我这订单也签了，定金也付了，你们季家这不是害人吗？还钱！还钱！我等不了这么多。诸位，且再等一等，莺莺已经去取造册文书了，实在是对不住。还等什么呀？直接闯上去，拖他们去见官。走，见官去！见官，走！带走！住手！见官去！见官！走！哎，金过来了。诸位，有什么话慢慢说。文书拿到了吗？龟叔，先把阿娘扶进去休息。阿娘放心，我来应付。莺莺，当着这么多掌柜的面，你说句实话，朱元陀是不是没能登记造册？我们的定钱是不是血本无归了？对呀，对呀，是啊。诸位，朱元陀登记造册文书确实没下来，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想办法，还请诸位稍安勿躁。我们怎么知道是不是你的缓兵之计啊？你要是嚷不出来，交不了货，我们是要赔给买家钱的。对呀，诸位，时限未到，等期限一到，我季莺莺一定给你。什么时限不时限啊？你要交不出货，我们也不等了。走，和我们见官去。走，出手！哎，啊！朱元陀尚未登记造册，浣花染坊接了大量订单，所收定金不菲。为了维护各位掌柜的自身利益，杨警官特请孟县令派遣衙役协同办案，将季家一干人等就地羁押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以慰民心。